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高恩说点啥频道。这期呢，我会以我有限的互联网运营经验去分析 Pi Network 项目的一系列动作，并且预测接下来项目方的各项动作，最后公布第5条寻找高恩活动的线索，然后简单看一下 BNB 的行情，并且预告下期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高恩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在这里也说一句，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工作辛苦了，祝大家劳动节假期快乐！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走起！记得点亮小铃铛，开启提醒，支持一下高恩。OK， 我们先从互联网运营的角度去看 Pi Network 项目之前的一些动作。首先 ，Pi Network 想要做到最广泛、最包容，同时对接实体经济，这是他一开始在白皮书中就定好的基调。从运营角度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项目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有实用性，当做是它的新逻辑，以及和其他数字货币区分的亮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项目方的运营方式又有什么亮点。从2年多之前 Pi App 首次上线之后， Pi Network 才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这是 Pi Network 的产品雏形，然后开始以社交的方式引起讨论，扩大社区，接着再以算力奖励作为激励机制进行快速裂变。我们在社区那期内容中说过，这是尼古拉斯团队和其他数字货币策略上的最大不同。不管讨论结果如何，最后宣传很自然的就到位，同时提升了用户对于区块链领域的认知，用户和预备用户就都有了。这归功于共识机制的灵活运用，手机参与的方式也更易接受。个人是很佩服很早期的那批先锋的，格局也很大。只凭一个软件和白皮书就去推广了，甚至自掏腰包。然后我们 Pi Network 设定了全球300位 KYC 内转名额，接入 FearIQ 的新冠调查问卷、头脑风暴程序，都意在给派币赋能，同时让所有用户看到项目的进度，这也是产品完善的一个过程。在发布后1年，又为用户和派本身设定了各类节日，这部分属于社区运营，增加了用户的归属感。自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项目方又陆续公布了上主网时间的消息，建立测试网节点，上线测试网钱包，上线派浏览器，动作频频。尤其是进入2021年后，各类消息不断，这是一个好现象。项目进度到了越来越能体现在明面消息上的阶段，这个阶段社区用户的积累速度也再一次提升，靠愿景和共识可以吸引来一时少量的用户群，根本则还在于项目进度和社区共识来支撑。有派友将先锋的派币比作原始股份，从互联网运营角度来说，也许并不太严谨，但有一定的道理。Pi Network 主网钱可以当作是一个项目的雏形，项目方要去寻找天使轮资方支持日常运作，用户是以浏览少量广告作为支持的。广告这块我看到的次数其实也不是很多，你们呢？然后第2点，我们去预测一下 Pi Network 项目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其实现有的数字货币都和所有行业的运营操作方式在大的思维上是差不太多的，依靠技术做出产品雏形，找投资铺产品，吸引用户，产品改进，用户社区管理等等。只不过 Pi Network 产品完善后是个去中心化的公链，Pi Network 现阶段技术上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了，接下来重点将会放在 KYC 和生态应用程序的对接2方面，而且生态对接是重中之重。本来这期内容我是提前准备好的，在准备好的第2天，项目方官方 Twitter 转发了一个 DeFi 项目的主题帖，这点尼古拉斯之前在社区就提到过。紧接着又去建立了电报群频道，作为消息发布通知的又一渠道。难道说是范博士看到了我之前的内容中提到的关于社区沟通效率的那些内容啊？好吧，开个玩笑，太自恋了。这之后派友就能看到项目方动作只会越来越频繁。既然已经确定了 Pi Network 项目的亮点，那生态对接这个动作必定要在主网前就有，才有定心丸和宣传的作用，同时也对共识价格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即便不是直接测试网的应用，也会有对接的这个动作。虽然主网之后再去进行对接也是可以的，但是主网前生态对接的动作更具有价值。一方面稳定现有用户，
另一方面宣传吸引新用户和更多的公司机构加入生态。至于哪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拭目以待。目前的话，可能就是这个 DeFi 项目。另外 KYC 也是很重要的，是生态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支撑点。之前尼古拉斯还提到主网前的点对点交易测试，所以需要先验证真人身份，保证公平，销毁所有虚假用户，才能实行交易。在之前呢，有管理员透露了5月份会有一个重大消息。个人更倾向于猜测是生态应用程序的对接消息，本来是推测的去中心化商城平台 DApp 的消息，现在的话倒是更像那个 DeFi 项目。KYC 的方式公布也会紧随其后，毕竟 KYC 需要时间去落实到每个真人用户。陆续的 KYC 认证完成之后，离映射主网的时间也就不多了，再进行短期的点对点交易测试，支持生态运行，让派友更熟悉这个过程。所以作为个人，你的准备是什么呢？正如社区那期内容中提到过的，高岸正是已经开始着手混沌界布局资源群的组建，不聊空话，不打鸡血，只聊实际布局的想法，互相探讨可操作性和合作方向，互相建议，彼此借鉴。此话题之外，都在混沌界派社区大群中进行交流。如果你有了实施方向，甚至不需要太具体，私聊告诉我一声有想法了，之后我们在资源群中去交流，互相商讨，合作共赢。又到了寻找高稳活动线索发布的时候了。今天发布第5条线索，线索是互联网行业风口，我们每周6的内容去公布线索。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眼 BNB 的行情，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还是币安的数据，可以看到在4月12号之后创新高之后，开始了连续的震荡，然后再反弹，再回调，再反弹，形成了这样一个形态。我这儿画的2条线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表示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很大程度上和以太坊的趋势是很相似的。看到没有？以太坊也是这样一个形态。我们还返回 BNB， 有人说把这个形态比作了一个双底结构，然后形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形态。这是一个颈部形态，这边也会有一个颈部，所以说它在这个总的趋势上还是一个看涨的状态。当然了，从这样一个形态去看的话也可以的，这样一个形态，这样一个形态，实际上这是已经做出了一个整体下跌趋势的一个突破。这样的话，它在突破之后也会相对应的去产生这样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这是目前我看好 BNB 的一个解释吧。另外消息面，它在6月之后会上线一个 NFT 的一个平台，各方面的话对它的利好还是挺多的。再加上现在它和以太坊的一个形态结构是很相似的，以太坊又这么强势，在最近这一阶段的话，相当于引领了整个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方向的。以太坊最近的这个整体趋势是很强势的，一直没有去跌破整个的一个上升通道。BNB 的话也是很相似的一个形态。OK， 这个只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对行情的一个观点，仅做参考，大家去结合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一些有益的观点，发现其中某一些有用的规律。OK， 这期内容我们就到这里了，欢迎关注混沌界菜单栏找到我，高稳社群参与我们的讨论。当然我更希望过段时间有一群人能在我这些内容的影响下去获益一些东西，收获一些知识甚至主动去找到方向，那我也会很有成就感的。下期内容我们可以接着具体了解一下 DeFi， 然后 Luna 这个数字货币和它的背景，推想它和 Pi Network 合作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我是高恩，还没点赞的先来一波3连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